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在五维新世界的前面2集当中，我们已经共同创造了对于丰盛还有自由的愿景。我们解除了对于匮乏的恐惧，甚至我们超越了外部权威的控制。那么现在我们将迎来最深刻而且是最个人的解放，也就是所谓的超越二元。那这不仅是关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外，其实它更是关于我们的意识对于载体还有内心世界的绝对主权。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五维新地球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它也不是时间到了就会自动来的地方。五维新世界其实它是某一群的灵魂共同创造的一个连贯性的频率场域。什么样的灵魂呢？就是在三维震荡事件当中，每一次都坚定的选择正面即兴服务他人，而且他们的意识纯度是大于51%的这一些灵魂们共同所创造的场域。所以在这个高频场域里面，我们会知道个人的意志其实就等同于集体意志，因为他们是完全对齐的。再来，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其实都不再是竞争，它讲求的都是频率共振。如果看到这边这些内容对你来说都非常的陌生，而且你完全不明白的话，那我诚挚的邀请你先回头去看这个频道过去的影片，关于地球矩阵还有超越地球矩阵这2个系列的影片，再来衔接今天的影片内容，这有助于我们的大脑认知以及我们的灵魂记忆。本频道是为了爱、真实与创造而存在的空间。我的灵魂任务是作为一个纯净的管道，传递来自源头的频率。这里的每一支影片还有标题都是我顺流灵感而生的创造，并非为了讨好集体意识，也不受流量或是收益的驱动。我存在于此，不为教导，而是为了与你们共振。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灵魂都能透过我的声音唤醒内在的主权，不投射，不依赖，拿回自己的力量，并以慈悲的视角看向这个世界。如果你与这一股频率共振，邀请你与我一起展开接下来的旅程。若你现阶段感到无法对平，那也请明白，每一个灵魂的进化路径皆不相同。请记得，不评判，不控制，自在的转换频道，这一份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正是你在示范何谓正面即兴服务他人。在现在的3维还有4维的世界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或是阶段，都是被无数的对立来所定义，包含像是好坏、远近、对错、健康或疾病、生与死，像这种二元性的挣扎，其实它才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根源。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五维新地球里面，这一些限制性的对立，它是如何彻底被解除的。首先呢，我们要来解除的是我们对于身体最大的恐惧，也就是生老病死的宿命。在3维实相里面，我们这一副肉身的载体，其实它是被设计成一种会腐烂的容器，也就是它有生死，也有健康跟病痛，在这之间苦苦的挣扎。在现代的科学里面，衰老是不是被视为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宿命，对吗？而有时候疾病的发生被我们人类视为一种随机的惩罚，也就是我们找不出原因，但是我们就是生病了。但是你们知道吗？老病死的真相，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所谓的生物学的意外，或者是上天要给你的惩罚，它其实是分离幻象的法则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当一个意识载体，当他自愿的选择进入这个分离幻象的二元性矩阵当中学习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去切断了它跟源头纯净能量的连贯性。所以这会导致2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意识载体它的能量是缺乏的，我们的载体就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去获取高频的普拉纳光子能量，而被迫转为要去依赖比较低效的碳基燃料食物，还有化学燃烧来维持我们身体这个容器的运作。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会造成所谓的频率泄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意识内部产生矛盾还有不连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爱跟恐惧当中之间摇摆跟挣扎，那就会造成能量场的持续泄漏，还有我们的物理耗损。所以现在我想要用更白话、更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什么是老病死这三个我们三维实相所看到的结果。那第一个，疾病呢，它其实是所谓的意识矛盾所导致的区域性的能量阻塞，或者是频率的崩塌。那第二个，老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意识载体它从源头所获取的能量逐渐降低所产生的结果，就会形成老化，被我们在三维实相看见。而死亡的发生呢，它其实就是灵魂在依据投生的时候所设定的业力契约，在能量耗尽还有课程结束的时候，它的载体就会自动的退出三维的实相。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在三维世界当中老病死的真正运作机制。所以正因为如此，在五维世界的光体，其实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也就是恢复你意识的连贯性。一旦你的意识产生了连贯，那么你的能量泄漏自然会被堵住，对吗？那当你的频率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容器会腐烂的宿命，其实它自然就会被解除了。所以在五维世界的实相里面，我之前有说过，意识载体已经升级为所谓的光体。那光体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就是纯粹的能量，而且它是连贯的意识。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如果疾病的根源是在于频率的泄漏跟矛盾的话，那么在五维，因为我们的意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的连贯性，那也就是意味着你的光体它会不断的持续去自我校准、自我疗愈，这就代表了你彻底的去关闭所谓的衰老还有疾病这样子的循环。所以在五维世界，所有的光体存有根本不需要去对抗所谓的死亡的发生，也不需要再次的透过老病死来去学习三维的课题了，因为他们已经透过所谓的意识的稳定来达到所谓的永恒的健康。所以这也就是我上一集所说的，在五维世界里面其实是没有老病死的，但是仍然会有生的喜悦跟创造。其实这就是完全去展现所谓的意识对于我们的载体的绝对主权。那么在五维的频率当中，如果我们的载体不会再受制于死亡，那么是否还会再受制于空间还有时间呢？在三维的实相里面，我们是不是都饱受距离的对立之苦呢？包含像是远跟近，还有线性时间的束缚，所以也是因此导致了有大量的交通工具，还有燃烧石油的消耗以及时间的浪费。但是在五维实相当中，你们要知道，因为光体的频率很高，所以你的身体其实就是你的终极的交通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距离的概念它已经不再有意义了，因为你可以透过纯粹的意图，还有频率的校准，你就可以来实现所谓的瞬间移动，从地球的这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其实你只需要一个清晰的念头。所以在五维世界已经失去了所谓的传统意义的交通工具，因为它已经不再有那个必要性了。然而你们知道吗？在五维世界，观光的目的跟在三维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三维世界，如果我们现在提到观光，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去订机票，或者是去订交通工具？但因为在五维已经完全没有所谓的距离跟时间的问题了，因此这些存有他们的观光目的纯粹就是为了集体能量的体验以及美学的创造。
那五维存有它们究竟是如何观光的呢？那我在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五维存有他们会去共同显化创造一个所谓的光的载具。那这个载具呢，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能量共振的容器，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是频率的放大器。那这个载具呢，它可以去把五维存有的爱、喜悦还有服务的意图放大到数倍。那为什么要放大呢？举例来说，当存有 A、B、C 共同进入到了这个光的载具当中的时候，当存有 A 体验到巨大的美学创造或是喜悦的时候，这个载具呢就会自动的将这个 A 的高频情感数据包精确而且去完整的传递给存有 B 还有存有 C。如此一来，存有 A、B、C 就同步在这种高层次的集体共鸣当中，去享受到所有存有 A 所感受到的感受。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一群五维存有呢，他们会去共同显化创造一个光的载具。那它会透过这个光的载具去前往一个新创造的水晶城市，在这个载具里面呢，他们就会共同的去享受，比如包含对这个城市的几何结构啊、创意意图啊，或者是爱的频率的一种共同体验。所以这种共享体验呢，它会比起我们现在到达一个观光景点，透过我们的视觉或者是触觉来欣赏，有着更高的服务还有创造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光的载具是五维给予就是接收法则在交通还有体验层面的最高体现。因为在五维世界的给予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牺牲付出物质，而是提供连贯的能量场。而接收也不再是得到所谓的物质的报酬，而是体验能量的扩展以及回流。那最后呢，也是最艰难的，就是超越内心世界的二元挣扎，也就是要达到零点中立之前，我们势必会去经历所谓的频率震荡。那在三维世界里面呢，我们的心智其实是被意识的对立所拉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在爱与恐惧、批判与包容、内疚与愤怒之间做拉扯。这一些低频的二元情感，其实它就是限制我们意识扩展的终极枷锁。但如果你的频率已经锚定在五维，那就表示你的意识其实已经实现了零点中立的状态。但请你们注意，这里说的零点中立，并不是意味着这一些五维存有他们失去了所谓的情感，而是他们的意识已经彻底的去转化了低频的二元情感。他们的情感频率已经稳定的维持在无条件的爱、纯粹的喜悦以及永恒的探索上面。因此，我们在三维世界，我们常常会说的批评啊、批判啊，在他们的意识里面早就已经转化成慈悲还有理解。而我们在三维无意识所创造的恐惧还有焦虑，在五维存有，他们是将这些能量让位给无限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的灵魂自由。所以你们知道吗？这些五维存有，他们是真正能够让自己的能量完全运作在创造、服务还有体验上。他们根本不会再浪费自己的能量去解决内部的情感矛盾还有挣扎当中，他们完全转向的是五维的频率创造还有服务贡献。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会想要问说，那么在五维是不是还会发生错频的这种状态呢？其实答案是，频率的差异当然会继续的存在，但是感受跟结果跟我们在三维世界是天差地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用一个模拟的情境来诉说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假设存有 A 呢，它此刻的使命它是专注于加速地球能量的纯化，那频率呢是非常高昂，而且是充满行动力的。而存有 B 呢，它现在的使命是体验静谧还有冥想的深度连线，所以它的频率呢是极度的平静、缓慢而且深沉。所以如果在三维世界的这种错频情境当中，存有 A 一定会去批判存有 B。他会跟他说，你实在是太懒惰太消极了，你必须要积极一点。
然后存有 B 呢，则会去批判存有 A， 他会说是你太焦虑、太激进了，然后这个时候冲突就会发生了，对吗？但是你们知道吗？在无为超越批判的这样的新地球里面，这样的情境会怎么样发生呢？存有 A 当他靠近存有 B 的时候，他会清晰的就会去感受到 B 的能量场跟自己是不同步的，但这种感受并不是会伴随着所谓的焦虑啊、批判啊，或者是排斥，他们只会去认知到一件事情，哦，这个存有它跟我有一股不同的创造能量，或者是创造选择。这个时候呢，存有 A 他会立刻的去理解存有 B 的静谧，因为他知道存有 B 也是正在为了服务于整体意识场的稳定而进行他的任务。而存有 B 呢，也能够理解存有 A， 因为存有 A 的高昂，它是为了要服务于集体的加速，因为他们都是在执行正面即兴服务他人的任务，只是他们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在五维世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存有 A 并不会去试图的说服存有 B， 或者想要改变存有 B， 也不会因为存有 B 他的选择而感到痛苦或者是失望，因为他们在意识层面上面去达成了一个共识的祝福，然后存有 A 跟存有 B 的能量就会很平稳的进行一个分流，让他们各自流向最连贯的服务轨道上面。你们知道吗？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就是爱的极致体现，将存有跟存有之间的差异去视为一个丰富的创造选择，它并不是威胁或者是错误。所以呢，在五维世界，的确两个存有如果他们频率不一致的感受，确实是可以类比所谓我们三维的错频。但是你们要知道，在五维世界遇到两种频率差异很大的存有的时候，他们外显的行为跟他们内在的反应，其实跟三维的二元对立其实是天差地远的。在五维世界没有对立，没有冲突，只有各自的理解，还有最高的祝福。这才是真正的超越二元，在人际关系层面的最终承诺。这是你向往的世界吗？现在请你们轻轻地闭上眼睛，让你的呼吸与身体慢下来，回到此刻的自己。你们已经抵达了被称为五维的界域，但你们的灵魂是否真的完成了跨越了呢？现在我将向你们投射内在诚实的频率，请诚实的觉察你内心清晰的回应。当你一味的在追求极致的光明时，是否正在用这个光芒来遮掩内心深处那个渴望被拥抱、被理解的阴影面向呢？当你不断的挣脱外在的枷锁还有限制的时候，你是否尚未觉察到最大的牢笼是你不愿承认、不愿释放的那个内心所构建的批判与恐惧呢？当你看见他人走在灵魂暗夜，想要出手拯救的时候，是否你尚未充分的信任与尊重那个黑暗正是他们神圣蓝图当中不可或缺的进化燃料呢？你的爱与拯救是否有时带着三维视角的恐惧与急躁呢？当你呼喊着我们都是一体的口号时，你是否仍旧对那些与你振动不同频率的存有，在意识中进行着无形的区隔与划分呢？当你用高我的名义来指导与行动的时候，
你是否正在回避与疏远那个仍然带着人类的伤痕，急需你的爱与承诺的当前的自己呢？以上这些就是五维最大的幻象。当你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但是却在最简单的接纳前面止步，却毫无觉察。源头的创造者们，请你们放慢你们的脚步。现在请放下所有评判的标准，回到最简单的本源。你是否真的爱，而且拥抱你所有的面向，无一例外呢？请你在内在的宁静中感受你诚实的回音。亲爱的扬升同行者们，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五维新世界系列的所有核心篇章。我们从超越匮乏，也就是所谓的物质的自由，一直到超越权威，也就是社会还有知识的自由，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超越二元，也就是我们心智还有身体的自由。我们已经一同的绘制出这一份终极的自由蓝图。现在我想邀请你将你的意识去锚定在你刚刚所接收到的所有真相当中，因为这份永恒的健康、及时的移动以及纯粹的喜悦，就是我们选择服务他人的这个路径的最终报酬。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带给你意识扩展以及频率稳定的话，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虽然我目前大部分的能量都是集中在雨萍种子计划的学员共振圈当中，没有办法很快的及时回复所有影片的留言，但是每一则留言其实我都会去读取到。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我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并将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在乎的家人朋友。感谢今天大家的对评，我是朵娜。愿你在每个当下都坚定地成为你们所创造的光。我们下周见，拜拜。